大家好，我是Host，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今天戴什么表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只表，可能是我频道里最古老的一只腕表，因为它的面盘已经存在45亿年，不是开玩笑。这块面盘来自宇宙深处，航行了数百万年，甚至见证了太阳系诞生初期的星际旅人。这就是今天的主角，日本制造 Kenes 陨石自动机械腕表。这表款的灵魂藏在那块令人着迷的陨石面盘里，来自北极圈附近穆奥尼纳尔斯塔陨石。科学家推测它的成型时间大约在45亿年前。那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地球还在熔岩状态，生命尚未萌芽的混沌时期。这块金属就已经在太空中漂浮了，它在宇宙中漂流了数十亿年，最终化成火球穿越大气层落在地球上，然后成为你腕间的时间。大家仔细看看面盘上那些交错的几何线条，这就是著名的维德曼花纹，绝对无法人工复制。这种纹路是铁与镍在太空中以每100万年冷却摄氏1度的极致缓慢过程凝结而成的晶体。而且我发现这次的食品盘面颜色比我想象的还要浅一些，呈现出一种优雅的银灰色，但这是这种天然生成的不规则性。每一块面盘的纹理都是随机的，意味着你拥有的那片宇宙是世界上的唯一。当你低头看表时，你看到的不是人工的精美，而是时间最真实且瑰丽的痕迹。为了保护这份美， Kenes 采用了高透光蓝宝石水晶玻璃，在光照射下，这块镜面仿佛瞬间隐形，营造出一种空灵的通透感，让你与石之间不再有隔阂，仿佛能直接碰触到那份横跨1年的原始脉动。这款表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在于它的时标与指针做得非常闪亮，在灯光下那种锐利的折射非常有高级感。接着我们看看表壳，直径设定在经典的38毫米，这是一个回归古典美学的尺寸。不锈钢表壳在表圈的部分做了镜面抛光，像光环一样的引导视觉焦距，而表耳的细腻拉丝则是展现了日本制表特有的内敛与扎实。我特别喜欢在表壳与表耳交界处那一道非常细致的抛光面，处理得非常到位。不过我这里要提出一个观点，这表款的直径38毫米，却配上了20毫米宽的链带，这让视觉上比例显得并不协调。链带明显偏大，或者说壳体稍微偏小了一点，这种比例会让整体视觉比较偏向链带感强的风格。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自己喜欢的佩戴比例。翻转到背面，透过旋入式透视底盖，可以看到它的心脏Miyota 8215机芯。在表迷的圈子里，这款机芯是出了名的可靠之王。它不追求虚华的打磨，追求的是极致的稳定与长久。对于一款强调陨石材质、诉诸永恒的腕表来说，选用一颗足以伴随你走过数十载光阴的日本机芯，并辅以实用的100米防水性能，这种追求极致稳定与耐用的配置，才真正称得上职人逻辑的纯粹选择。关于佩戴感，我必须重点分享我的直觉感受。我的腕围达到了8英寸，在亚洲男性中属于粗壮的手腕。实测后，这款表的38毫米壳体确实让我觉得做得太小了，那种比例不平衡的情形在我出手腕中显得非常明显。虽然它是16毫米的表耳间距能稍微延伸视觉长度，加上11毫米的纤薄厚度，让它非常贴合手腕，且5排式金链钢带扎实感与抛光拉丝的平衡感都抓得极好，但戴在我的手上还是稍微紧了一点。即便尺寸让它在袖口间显得极其灵活，有精致的绅士感，但对于像我追求存在感的粗犷手腕来说，它的比例确实有些失衡。即便如此，这表款的手腕交界的曲线却处理得很平滑，那种金属与皮肤完全咬合的冰冷质感，展现了一种完全刚柔并济的工艺魅力。Kenes 未来或许应该考虑多加几节链带，才能符合真正像我这样大手腕消费者的需求。此外， Kenes 这次还寄来了另外一款极具设计感的配件，就是这条与腕表相互呼应的陨石手链。我非常喜欢它金属链条那种交错编织的排列方式，
与中央相砍的陨石板块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的视觉张力。这款手链带有一种纯粹的金属张力，配合陨石无法复制的特性，单独佩戴也极具个性。将这份象征永恒送给重要的人，绝对也是极具品味的选择。现在它戴在我的手腕上，那种与皮肤贴合的扎实分量感，确实展现出一种难得的质感与格调。这表款最大的亮点就是把动辄数十万的陨石材质做到大家都能负担的价位。Kennis 让拥有星空不再是少数人的专权，你只需要接受它的那种不对称的天然美。如果你追求的是那标准化，那这表款就不适合你。但你如果追求的是独一无二，它就会是首选。说实话，现代人买表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买一种稀缺性。但这块45亿年的陨石压在手腕上，那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是非常真实的。它提醒着我们，与这块经历宇宙极端考验的碎片相比，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焦虑真的不算什么。这不只是一只腕表，它也是一个让你能够随时抽离现实，感受宇宙宽阔的小窗口。以上是对 Kennis 陨石自动机械腕表的分享。如果是你，会愿意选择一只拥有45亿年宇宙历史，却在比例上极具挑战性的表款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真实想法。老朋友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签到。新朋友请记得订阅厚实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厚实，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次见，拜拜。